什么？印度再买114架阵风？还没打通吗？哎，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是不是经常就突出一个魔幻？这有些事儿啊，你按正常人的逻辑去想，那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啊。咱都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印度空军啊，那可是摊上大事了。在那个所谓的武器空战里啊，他们刚从法国高价买回来的宝贝疙瘩阵风战斗机，被人是揍得鼻青脸肿啊。这个事儿吧，全世界都跟看笑话似的，就连这个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前阵子还天天拿这个事儿开涮。今天说我听说印度掉了5架，明天又改口，不对，我听说是6架，就差开个盘口下注了。这按理说啊，吃了这么大一亏，正常国家都得寻思寻思啊。诶，我这个飞机是不是买亏了呀？是不是有啥问题啊？以后得长点心了吧？可是印度呢？哎，人家不啊，人家不仅不长心，还把这个心一横，来了个超级加倍。就在9月12号，一个消息传出来，瞬间引爆了全球的军事圈啊！说这个印度决定了要再买114架阵风战斗机。当时这个消息刚出来啊，大伙儿第一反应都是假的吧？开玩笑的吧？印度人再怎么着也不能这么想不开啊！全世界都知道你这刚买的飞机还没捂热乎呢就被打了下来，你这会儿还追加订单，这不是上赶着当冤大头吗？结果第二天，这个印度自家媒体今日印度这些大媒体白纸黑字就给证实了，说印度国防部已经收到了空军的提案，就要买这114架，而且还特别的强调要在印度制造，总金额是多少呢？2万亿印度卢比，换算成美元大概是226亿。朋友们，226亿美元呀，这将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国防采购订单。这下可把这个印度国内给激动坏了呀！他们有个电视台那个节目做的跟这个过年一样喜庆啊！电视上请来个专家，唾沫星子横飞啊，激动的宣布印度即将取得2.5战争的胜利。诶，我得给各位解释解释啊，这啥叫2.5战争？按这位专家的说法就是这个印度要同时打败中国和巴基斯坦，这算2。那打完了还不过瘾，还得顺手把国内的一些左翼游击队给灭了，这算0.5。这合起来这就是2.5战争。我的天哪，这口气比夏天的风还大呀！说实话，要不是250的专家，一般人恐怕还真想不出来这么有创意的词儿。这位专家还说了咱们的这个总理莫迪那是相当的英明神武啊，肯定会批准这个采购计划。为啥要买呢？因为阵风战斗机在之前一次代号叫朱砂行动的演习里表现的太出色了。它上面有个叫频谱的电子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个超级先进的干扰器加照妖镜，据说能全面压制咱们中国的霹雳15E空导弹。哇，这话说的就跟玄幻小说似的呀！电视上的那个印度专家指着个镜头，满脸红光，说这个好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印度，因为有了阵风，我们对巴基斯坦的空战赢了，未来我们还要赢中国。节目最后这位专家大哥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振臂高呼莫迪做出了英明的决策，满足了我们国防的每个需求。你看看这个气氛，这情绪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已经打赢了世界大战呢。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为啥这个印度人对一个刚吃了败仗的飞机有这么大的信心呢？这就得说到印度人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咱们可以称之为婆罗门营学。简单说就是不管这个事实是啥，只要我们从精神上宣布自己赢了，那我们就真的赢了。武器空战之后，这个印度国内的操作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先是派出这个胜利宣讲团到这个全国各地去巡回演讲，讲我们这个阵风如何英勇，如何以少胜多，然后全国放假庆祝胜利。莫迪总理是亲自出来信心喊话给这个全国人民打气。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谎话是说了一遍又一遍，连他们自己都信了。你想你已经给这个全国人民都宣布了，咱们的阵风是天下无敌的神器，是打了胜仗的功臣。那现在呢，你为了圆这个谎，你就必须表现出对这个神器的无比信任，对不对？那怎么表现信任呢？没有比砸一笔历史性的大单更能证明你信心的方法了。所以再买个114架，一来呢是给这个法国人看的，更是给印度老百姓看的。瞧，
我们对阵风的信心啊，那可不是一般的足啊。这二来呢，也能继续给老百姓打鸡血啊，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你从这个角度去想，是不是觉得这个事啊，在这个印度的逻辑还算挺合理的？要是不这么干，那之前吃的牛不就破了吗？那牛皮一破，莫迪政府可能都得垮台。这印度这边是敲锣打鼓，跟过节似的。那国际上其他人是啥反应呢？首先是卖飞机的法国达索公司啊，估计这个老板接到电话的时候，这个心情是又喜又怕，跟坐过山车似的呀。喜的是啥？喜的是啊，全世界都在质疑我们阵风不行了。哎，你印度倒好，直接用226亿美元的大单给我投了张信任票啊！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哦，不是洪水中送航母呀！这一下我们的股价不得蹭蹭的往上涨吗？那怕的又是啥呢？怕的是这个印度的信誉啊，跟印度做生意啊，那可是出了名的费劲啊，经常是给了点定金，就天天催着你交货，等着货都交齐了，你再想要尾款，那对不起哦，那得看缘分了。这个事啊，俄罗斯可是深有体会啊，被坑了好几回了。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达索的老板现在估计啊，正关着门，拿着这个计算器在那边算呢。诶，这笔买卖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别最后飞机给了，钱没捞着，那可就亏到姥姥家了。再说说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那心里肯定是10000个不乐意。本来呀，印度空军有个叫什么 MRFA 的大项目，说白了就要搞个全球海选，给这个空军啊挑个新女婿。美国的 F-18、F-15，俄罗斯的米格35，欧洲的台风，瑞典的鹰狮，那都是化好了妆排着队啊，等着这个印度来挑呢。结果印度现在这操作啊，等于是直接掀了桌子，跟所有人说，对不起各位啊，我们不搞比武招亲了，我们直接跟法国内定了。这不就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吗？这个背后有没有猫腻，有没有腐败，那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啊，那空间大着呢。印度官员能从法国人那里捞多少好处啊，谁也说不清啊。而且你就算现在下了单，这个法国人他也得排着队生产啊。你这个前面还有这个印尼、希腊、卡塔尔一堆客户等着要货呢。等轮到你印度，猴年马月了，时间拖得越久，你这阵风的性能在日新月异的军事科技面前就越不值钱。所以啊，当初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外界是普遍不信，觉得印度人再傻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结果呢，人家不仅证实了，还大张旗鼓的告诉你，没错，我就是这么傻，哦不，我就是这么自信。没想到吧？听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印度不是一直嚷着要这个印度制造吗？他自己能造出阵风这么复杂的飞机吗？哎，问到点子上了，你可别小瞧咱们这位邻居的整合能力。印度啊，有个国产飞机叫光辉战斗机，这个飞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典型的万国造，发动机呢是美国的，雷达呢是以色列的，弹射座椅啊是英国的，跟攒电脑似的，东拼西凑啊，最后呢弄出来一个四不像。但是人家觉得可厉害了呀，最近这个印度政府又批准了，要买97架光辉的改进型，还说后面要上马更厉害的5代机呢。这就奇怪了啊！既然你自己的光辉战机都这么先进了，都能造5代机了，为啥还要花几百亿美元去买法国的4代半阵风呢？这不是矛盾吗？嘿，这你就不懂了吧？在这个印度人看来啊，这2件事一点都不矛盾。那个国产的光辉战机啊，它主要负责是精神层面，那就像是家里面供着的神像哦，主要作用是提振国民士气，告诉大家我们印度行，我们也能造先进飞机，这是给自己人看，是面子。而从法国买的这个阵风呢，那是负责物质层面的，是真正准备用来打仗的，这是里子呀。哎，你看看，一个管精神，一个管物质，这面子里子都有了，这就叫精神物质双丰收，高，实在是高啊。那又有朋友要问了，这动不动就几百亿美元，这个印度哪来这么多钱啊？他那一年的军费也就700多亿，陆军海军不要钱啊，这士兵养老金不发了。哎，这位朋友啊，你这就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这种几百亿的大单，它可不是一年付清的，它是要分好多年慢慢还。那这笔钱呢，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可是一家老小甚至好几代人的饭碗呀。这个项目的周期越长越好，交付时间越慢越好，这样才能细水长流，大家都有的吃嘛。
就在9月10号，印度空军一架美洲豹战斗机在拉贾斯坦邦又摔了，2个飞行员当场就没了。这都连续好几个月月摔飞机了，你说他急不急啊？都火烧眉毛了呀！先买了再说，买了心里就踏实了，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好了，玩笑归玩笑咱们得说点正经的了。这场围绕阵风的闹剧背后呢，其实是一出皇帝的新衣，而戳穿这个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英国人。就在这个印度跟美国关系不太好这个节骨眼上，英国一本很著名的航空杂志叫《空军月刊》，就在9月18号提前把他们10月份的杂志给放出来了。为什么提前就是为了赶在印度这个大新闻的热乎劲上给他来个背刺。这本杂志里披露了一个惊天大瓜，他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在武器空战中，巴基斯坦空军是在保持克制的情况下，用咱们中国的歼十4-1战斗机发射霹雳15导弹，干净利落地击落了4架印度阵风，并且很可能击伤了另外4架。也就是说，当天印度空军的阵风宝贝一共有8架失去了战斗力，几乎是全军覆没。英国人还指出，被击落的这些阵风呢，大部分都来自印度空军的101中队。这个中队驻扎在印度东北部，离这个印巴边境远着呢。这说明啥呀？说明那天这个印度空军的阵风几乎是倾巢出动想搞个大新闻，结果呢被人一锅端了。这个杂志还特别损的加了一句，巴基斯坦空军当时在这个雷达上识别出了14架阵风，这打下来4架已经是手下留情了。这个话简直就是把印度的脸皮按在这个地上摩擦呀！你想想，法国达索公司能不知道这事吗？那自己的飞机掉了4架，重伤4架，他能没数吗？他肯定知道但是他不敢说呀，说了这个飞机以后还怎么卖呢？这印度人呢更不敢承认了。承认了，莫迪政府就得下台所以你看，巴基斯坦当然是打了胜仗，但因为这个经济实力不行，不想把这个事儿闹大，就见好就收，没怎么宣传。结果呢，这就给了印度撒谎的空间。现在呢，英国人把这个盖子给揭开了，全世界都看清楚了，谁才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现在回头再看印度专家那番话就更有意思了。他说，阵风的电子系统全面压制了霹雳15导弹。这话怎么听都觉得别扭这就好比一个人被人用狼牙棒打的是头破血流，他爬起来擦擦鼻血，得意洋洋对大家说，看见没，我的天灵盖成功的防住了他的狼牙棒。这不就是传说有病吗？但是这个印度人他就是这一套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哼。但是问题是，你买114架阵风那得多少钱？226亿美元。而我们这边的霹雳15导弹，那生产起来可比这个飞机快多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个114架飞机也就相当于我们导弹厂3天的产量。印度这是啥意思打算用昂贵的飞机来消耗我们相对便宜的导弹。这个想法只能说很大胆，非常人所能及。就在这个印度为了这个10级的大弹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的好邻居巴基斯坦是啥反应呢？9月12号，就在印度宣布消息的同一天，巴基斯坦的总统扎尔达利不声不响的飞到了咱们四川成都。他干嘛去了呢？他专程去了一趟成飞，就是造歼10战斗机的地方。然后呢，他跟咱们的歼十4-1战斗机还有枭龙战机亲切的合了个影，照片发遍了全世界。整个过程呢，一句话没说，但是好像什么都说了。这意思就再明白不过了你们的阵风到底行不行？我们上次已经试过了，你们要再买114架，行我们这边也准备多备点货。所以朋友们，这场戏看到最后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印度花几百亿美元买了一堆可能并不顶用的飞机，目的只是为了维护一个已经破了的谎言，而我们呢，只需要感谢印度老铁就行了。毕竟这么贵的移动法机，现在上哪儿找去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世界很大，奇葩很多，咱们下回接着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